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最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了？就在12月10日，美联储宣布了今年的最后一次利率决议，降息25个基点。按理说，降息就是在放水，是在给市场打强心针，大家应该高兴才对。但结果极其诡异，利率降了，市场的房贷利率和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反而像窜天猴一样弹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市场不相信降息吗？不是，因为全世界的聪明钱都在盯着5个多月后的那场谢幕大战。2026年5月，鲍威尔的任期就要正式结束了。而就在12月17日，特朗普在电视讲话中直言不讳，他已经挑好了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面试名单，而这个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幅降息。现在白宫办公室里正坐着2位等待面试的大佬，一个是主张听话降息的哈塞特，另一个是出身华尔街却又支持关税的沃什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一个国家的印钞机不再听经济数据的，而是听总统的指挥，我们手里的钱会变成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场美联储的独立性保卫战。咱们先说，既然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经落地了，物价明明在涨，为什么美联储还要降息？按照传统的财经逻辑，关税等于进口货变贵，物价涨等于通胀升温，通胀高了，美联储应该加息来压物价，怎么反而还反过来了？这里我们来看一组扎心的数据。2025年第4季度，由于关税摩擦和政府支出缩减，美国的制造业指数 PMI 已经连续2个月萎缩，这意味着工厂接不到单子了，经济也快要跑不动了。那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鲍威尔，你看到的是未来的通胀风险重要，还是眼下的经济失速重要？鲍威尔现在的降息，专业术语叫防御性降息。他想在2026年可能的衰退到来前，尽量把利息降一点，给未来的政策留出一点缓冲的空间。但这恰恰给了特朗普口实，他会说：“你看，降息是对的吧？说明之前利率太高了，还要降得更多才对。”这里说一下美联储独立性。简单说，美联储就像是美国经济的刹车系统，总统就像是开车的司机，为了政绩，他永远想深踩油门，让车跑得快。但美联储是旁边的安全员，当发现车速太快了，物价疯涨的时候，必须有权强行踩刹车。根据1913年联邦储备法，总统不能因为政策分歧开除美联储主席，这种独立性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根基。为什么？因为全世界相信美联储不会为了帮总统拉选票就开动印钞机乱印钱。但是2026年这个根基可能悬了。特朗普面试的那2位候选人完全是2种风格，尤其头号种子选手哈塞特，他是白宫经济顾问，标签是特朗普铁粉。他最近也公开表示，如果他当选主席，他会把总统的意见当成重要参考。那试问，如果一个央行行长，他的首要目标是配合总统的关税战和低利率需求，那美联储还是那个全球最后的守门人吗？这不就是成了白宫的印钞分部了吗？咱们再看一组更硬的数据，目前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。来算一笔账，如果利率维持在4%以上，美国政府光是每年要还给债主的利息就能超过1万亿美元。什么概念？这比美国1年的军费还要多。所以特朗普为什么要找一个听话的人？因为他必须要把利息压下来，否则美国政府的财政就危险了。相比之下，另一个候选人沃什虽然支持关税，但他出身摩根士丹利，更强调市场规律。如果换成他可能会在关税和利率之间找平衡，但这显然不是特朗普想要的。这在经济学上会导致一个可怕的结果——滞涨陷阱。物价因为关税在涨，利息却因为政治干预在降，结果就是美元的购买力出现了断崖式下跌。大家去翻翻历史，1970年的尼克松时期，就是因为总统强迫美联储放水，导致美国经济整整10年的恶性通胀。最后，我认为大家别被这25个基点的降息给骗了，真正的变局不在利息是多少，而在于规则的崩塌。2026年美联储换届，极大可能标志着自1951年财政部联邦储备协议以来，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彻底终结。我们有可能将见证一个不再由经济数据驱动，而是由总统指挥的美联储。作为投资者，咱也必须意识到旧的货币规则正在崩塌。过去我们信奉现金为王，但如果美联储被政治化，美元的信用就会打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实物资产，比如黄金、白银和具有稀缺性的资产，将成为我们普通人的避风港。当世界上最强大的货币失去了它的刹车片，我们的防线就是
认知独立，不要迷信任何权威的承诺，守住你的核心资产。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，你觉得美联储主席该听总统的吗？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聊，拜拜。